我在恐怖游戏里开了家宠物店，一群玩家作死非要闯进宠物店，想杀了我这个 NPC 和小动物们赚取积分。可他们不知道我设了禁制，一旦走出宠物店，小动物们就会现出原形。那只瘦弱的橘猫其实是东北虎，正在呼呼大睡的小金毛是地狱三头犬，角落里缩着的小蛇其实是变异的森林巨蟒，而且它已经饿了很久了。熬夜给动物做手术猝死后，我来到恐怖游戏里应聘 NPC， 因为太过敬业，没过多久我就被提拔为小 boss， 拥有了自己的副本。我给副本取名叫宠物乐园。我这个人不喜欢打打杀杀，所以设置的难度也很低，玩家只要救助动物就能通关。许多玩家都喜欢过我这个副本。闲来无聊，我干起了兽医的老本行。为了宣传新店，我在各个副本到处溜达发传单，成功和诡异们混了个眼熟。第一位来宠物店的是隔壁幸福小区副本里的曲奶奶。曲奶奶拄着拐杖走进我的店，我立马起身热情迎接。欢迎光临，您是想要买东西还是看病呀？曲奶奶走上前，老板，我家咪咪最近有些不对劲儿，不仅饭量变小了，每天还精神不振，我怀疑她是生病了，但我是诡异，没办法带她去现实世界的宠物医院看病。奶奶您别急，我们把咪咪带进来检查一下吧。曲奶奶没有动，她上下打量了一下我的店，摇了摇头。我觉得你还是出来看看吧。这话让我有些摸不着头脑，带着疑惑，我跟着曲奶奶出了门，前脚刚踏出去，我就被某动物劈头盖脸的舔了一下，口水呼了我一脸，还有些刺啦啦的。我擦去脸上，睁开眼，一只体型巨大的东北虎站在我面前，胖乎乎的眼神清澈。我不可思议地指着东北虎，奶奶，你管这叫咪咪啊？不过很快我的震惊被兴奋取代，从医那么多年，我还从来没给东北虎看过病呢，这种新奇的体验我也是独一份了。但很快又出现一个难题，东北虎的体型太大了，一走进来整个店都变得狭小，别说用仪器给它做检查了，我那 X 光机器只够拍它一个手掌。我尴尬的挠挠头，奶奶，你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咪咪变小吗？曲奶奶点点头，不知使用了什么技能，东北虎的体型开始缩水，渐渐的变成一只胖橘猫，这样做检查就轻松多了。咪咪很是听话配合的躺在 X 光机器上，检查结果出来后，我告诉曲奶奶咪咪精神不振的原因。奶奶，咪咪这是积食了，你看它的肚子里全是未消化的食物，它还有点便秘，装了一肚子屎，你是不是给它喂了太多吃的？我不过是喂了20斤肉而已，咪咪很给面子，每次都吃得一干二净。我傻眼了，20斤肉。我叮嘱曲奶奶以后只需要喂食10斤左右，还给咪咪开了些助消化的药。诊疗结束后，咪咪突然跳到我怀里，在我耳边低语，她请我帮她一个忙。我来不及多问，曲奶奶就从塑料袋里找出被包裹严实的钱递给我。见状我急忙拒绝，诡异世界和现实世界不一样，说不定其他诡异养的宠物也都不是善茬，所以我让曲奶奶帮我给店设置了一个禁制，每种动物走进来就会自动变小。设置了禁制以后，看病治疗就方便多了。这天夜里，我被急促的敲门声吵醒，吴医生，救救我的小狗吧！女孩的声音焦急万分，本着职业精神，我立马从被窝里爬起来，一打开门就看到女孩浑身是血，但她顾不得自己的伤，紧紧握住我的手说：“我听曲奶奶说你会给动物治病，求你救救我的小狗吧，它受了很重的伤。”说着，她就要跪下来。我看向女孩身后，那是一只长着3只头的怪物，体型巨大，身长至少5米，看着倒是有点像地狱3头犬。它的身上有不少血洞，头上更是有一道长长的伤痕。我没有废话，让女孩赶紧把它带进宠物店。地狱3头犬瞬间缩小，变成了一只金毛。看到金毛的样子，女孩的泪水止不住的涌出来，一路将地狱3头犬推进手术室。我开始清洗创口，准备止血和缝合。地狱3头犬伤得太重，我整整缝合了2个小时才全都缝合好。走出手术室，女孩赶忙询问情况。放心，手术很成功，就是失血过多昏迷过去了，只要他熬过今晚就没事了。女孩长出一口气，拉着我的手不停地道谢。看着女孩身上的伤口还在冒血，我开口道：“我看你也撑不下去了吧？如果你信任我的话，可以替你简单处理一下。”女孩年纪不大，看着只有17、18岁的样子，只是不知道身为诡异的他们怎么会伤得这么重。替女孩处理完伤口后，我问出了这个问题。女孩回答说：“姐姐，我是地狱副本里的 NPC， 你叫我西西就好。今天晚上有一群玩家闯进地狱，二话不说就拿起武器攻击所有 NPC， 每杀死一个 NPC 他们就欢呼一次，嘴里说着又拿下100积分。我只是个普通 NPC， 他们一群人围攻我，千钧一发之际是小金冲上来替我挡了致命伤害，他将我含在嘴里，用身体硬扛下炮火的伤害，终于等到了大 boss 出现。”说着，女孩又泪流满面。原来是这样，看来有些玩家也不是什么善茬，这种人要是出现在我的副本里，弄死就好。我看着西西和小吉感情很深，为了转移女孩注意力，就问起了他们是怎么认识的。一说起相遇，女孩眼底都是温柔。小金是我从小养大的，我们出了车祸一起来到了恐怖游戏里，我能力太弱，总是被玩家欺负，他跟着我也受了很多苦，直到有一天小金为了保护我差点丧命，我一想起来就后怕不已。最后我决定把小金送给大 B boss， 在 boss 手下他最起码不用受伤害。可我没想到小金直接消失了，再回来他就变成了这样。为了我，他去找科学怪人帮他改造身体，才变成了这副怪物的模样。此时躺在病床上的小金睁开了眼，开口道：“西西，为了保护你，我变成怪物也可以，我一定会成为最强的怪物。西西，为了保护你，我变成怪物也可以，
我一定会成为最强的怪物，以后就没有玩家敢欺负你了。好想哭啊！我拿出纸巾擤了一把鼻涕。你放心，我一定治好小金。不过这段时间他都得待在宠物店养伤，你可以每天下了班来看他。西西和小金受到玩家攻击的事情发生后，我一直惴惴不安。我总觉得这些玩家还会卷土重来，所以我趁着发传单的时候给各个副本的 NPC 提了醒，要是发现不对劲，一定要撒腿就跑。经过我的提醒，好多 NPC 都躲过了玩家的伤害，大家为了感谢我都来照顾我生意。那些有宠物的买我还能理解，没宠物的你们买猫粮狗粮干什么啊？结果 NPC 笑嘻嘻地回应我，我从小就有这癖好，就爱吃点猫粮狗粮。结果 NPC 笑嘻嘻地回应我，我从小就有这癖好，就爱吃点猫粮狗粮。恐怖游戏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，我的宠物店生意也蒸蒸日上。这天我正在整理货架上的货物，突然听到外面传来嘶嘶的声音，同时我感觉整个天都黑了下来。我走出宠物店想一探究竟，却发现门怎么也推不开。下一秒，一只巨蟒的舌头出现在窗户前，金黄的树丛朝我看来散发出阵阵寒意，我差点被吓晕过去。这是哪个大佬的宠物啊？来了也不打声招呼。巨蟒直接盘旋在我的小店上，感觉它只要稍微一用力，我的店瞬间就能化成废墟。我的小心脏都快要跳出来了，但表面还是假装镇定。您是要买东西还是看病啊？你会治病吗？您是要买东西还是看病啊？你会治病吗？会。你要看病就从正门进来吧。巨蟒又盘了几圈，不情愿地从房顶上下来，爬进店里。进店的一瞬间，它等比例缩小，变成了一条漂亮的菜花蛇。菜花蛇进入店面后，好奇地左看看右看看，还爬到小金的病床前围观了好一会。小金这回睡着了，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小金在装睡，而且它还有些瑟瑟发抖，它好像很害怕这条胖乎乎的菜花蛇。我看向门外，菜花蛇开口问我，你在等什么啊？等你的主人啊，他怎么还没来？主人，我堂堂百蛇之王不需要那玩意儿。我听得有些懵。吴医生他是蛇岛惊魂副本里的蛇王，我听说他们那儿的蛇都很凶残，你千万不要惹他生气啊！我听说他们那儿的蛇都很凶残，你千万不要惹他生气啊！菜花蛇一个眼神瞪过去，小金赶紧闭眼又继续装睡，原来是野生的蛇。你怎么啦？哪里不舒服吗？菜花蛇在我面前绕了几圈才开口，我嘴巴疼，而且总是头晕，尤其是猛地站起来以后就会眼前一黑。听说你这里什么病都能治，你给本王看看是怎么回事。本王居然还是一条中二病蛇。我顺着他的话，没问题，蛇王大人，我们先去做个检查吧。张嘴，我看看你嘴巴里有没有什么异物。蛇王乖乖张开嘴，他的嘴巴里部分地方已经溃烂肿胀，看起来像是口炎。我用棉签沾取了一些分泌物，又抽了些血液送到检查室检验，结果出来了，这条蛇王不仅得了细菌性口炎，还血脂很高。按理说得了口炎他会疼得吃不下饭，但他却高血脂，这太矛盾了。按理说得了口炎他会疼得吃不下饭，但他却高血脂，这太矛盾了。我好奇地问，你嘴巴至少疼了1个多月了，怎么还能吃得下东西呢？蛇王叹了口气，还不是手下人不争气，事事都要我亲自上场。原来蛇岛惊魂副本每次都会投放至少100名玩家，只要成功存活10天他们就能通关，但偏偏这些玩家不选择苟着，反而打起了蛇蛋的主意。听说是有传言吃掉蛇蛋就能强化身体，获得非人的力量。那些玩家不依不饶地蹲守在蛇窝附近偷取蛇蛋，作为百蛇之王的森林巨蟒不得不日日巡逻，发现玩家偷蛇蛋就立马缠绕绞死。为了震慑这些玩家，蛇王忍着口炎的剧痛，也要将他们尽数吞进肚子里。直到现在玩家安分了一些，他才抽出时间来看病。听完后我不由得感叹，看来当首领也很不容易啊。听完后我不由得感叹，看来当首领也很不容易啊。我拿出硼酸溶液给蛇王的口腔消毒，又给他抹上药膏，嘱咐道，每天都要涂药2次，涂10天你就能痊愈了。你没有主人，这10天就待在我店里吧，我给你涂药。还有这段时间你不能再吃玩家了，你的血脂太高了，需要健康饮食。蛇王傲娇地抬起头，本王自然知道。好好好，去吧，你的病床在小金隔壁。听到这话，小金立马抬起头，哭丧着脸，想拒绝又不敢拒绝。自从蛇王开始减肥，我每天都给他做低脂低卡的减肥餐，严格控制热量的摄入。蛇王每天在我旁边的叫，但我的心已经硬得像石头一样。为了彻底治好蛇王，我无视他在我耳边念叨，他不知道从哪看来了一本菜谱，围着我一直念，听得我都口水直流。这天下班，我听到隔壁副本的僵尸怪说，恐怖游戏开了一家鸡蛋灌饼店，我立马飞奔到店里点了一份豪华鸡蛋灌饼，那味道和我在现实世界吃到的一模一样。从此我每天下班都要去吃一份鸡蛋灌饼。蛇王大人跟着我也尝到了这人间美味。期间咪咪又来找过我一次，他想让我帮忙找一只和他相似的橘猫，虽然不知道他是什么意图，但我还是照做了。也有可能是咪咪想养宠物了呢。依旧清闲的一天，一只十分漂亮的人鱼找上门来，我认得他，他是海妖的诱惑里的 BOSS 木离。见到我，木离还没开口，眼泪就先落了下来。吴医生，我好像得了绝症，活不久了。我去人类的医院，他们说我是人鱼，不接收我，让我去找兽医。我轻轻拍了拍木离的后背，安抚他。我就是兽医，你可以跟我说说具体怎么了？我最近总是燥热难耐，心情也很低落，就连我的鳞片也开始掉了。我查了古书才得知，我这是得了绝症，马上就要死了。虽然我还没治疗过人鱼，但我觉得应该和鱼类差不多吧。
要不我先给你做个检查看看。穆离点点头，跟我走进检查室。她变成了一条很漂亮的锦鲤。做完所有检查，我沉默了。指标一切正常不说，她还是条正直青年的鱼，没有得任何疾病。那究竟是为什么会燥热难耐呢？我低头沉思，突然想到一个可能。你该不会是发情了吧？现在是春天，正是动物繁殖的季节。人鱼虽然上半身是人的模样，可归根结底还是动物。穆离思考了一会，问我发情是什么？你不是医生吗？怎么反过来问我？我好奇地问道。你家大人没教过你人鱼要怎么繁衍吗？我没有家人，他们都被人类捉走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。我想把自己嘴巴缝上，死嘴说那么快干什么？我真该死啊！我拉着穆离去问了恐怖游戏里活得最久的那一批 NPC， 最后断定穆离就是发情了。我神色复杂地看向穆离，发情的话我也没办法治，你要不做点别的事转移一下注意力？穆离呆呆的。可我不知道还能干什么。或者我可以给你做捐育手术，我生前在宠物医院可是嘎过很多蛋，还有个女孩给我送了面锦旗呢，上面写着拆弹专家。视线下移，我语气里带着掩藏不住的兴奋。虽然你是人鱼，但下半身的生理构造应该和鱼类差不多吧？谢谢吴医生，我感觉我的病已经好了，家里好像突然着火了，我先回去了。说完他就落荒而逃，我捂着嘴偷笑，看来还是个小孩子呢。穆离走后，曲奶奶带着咪咪来了店里。吴医生，我们幸福小区副本要去团建，咪咪太显眼了，没办法带着一起去，能不能先寄养在你店里啊？我接过咪咪的牵引绳。可以啊，曲奶奶，祝你玩得愉快哦。就这样，我店里又多了一个小伙伴。这天我刚给小金拆完线，就听见店外砰的一声，一群玩家扛着武器大摇大摆的走进来。头儿，就是他到处散播消息，害得咱们一个 NPC 都没有杀死。最近公会里穷成马了，为了一个低级道具都能抢得你死我活。为首的那个刀疤脸一听不屑地笑了笑，不过是初级副本里的 BOSS 罢了，老子一颗炮弹就能轰得他原地升天。身后的玩家叫嚣着，老大威武，弄死他！但刀疤脸却摇了摇头，这娘们儿害得咱们公会穷了这么久，不能就这么便宜让他死了。我看他店里这么多动物，要不先从他们开始吧。小李，你去把他绑起来，我要他亲眼看看招惹我们会有什么下场。小李立马拿出道具向我走来，几番交手我落了下风，一个不注意就被小李的道具捆得严严实实，我竟然挣脱不了这绳索。奇怪，以这群人的实力绝对不可能分配到初级副本，看来他们用了什么办法骗过了主神空间。为首的刀疤脸拉出凳子坐下，翘着二郎腿发布命令，谁先解决了这些动物，积分就归谁。玩家们兴奋起来，小李为了邀功第一个站出来，走到小金身边，见状小金发出低吼，我心下一沉，小金伤口刚拆线，要是剧烈运动很有可能再次崩开。哟，一个畜生也敢跟我叫板，老子这就好好教训教训。他凭空变出一根棒球棍，狠狠朝小金的头上砸去，小金灵活躲开，跳到一边。其他玩家见状哈哈大笑起来。小李恼羞成怒，直接使出控制道具将小金定在原地，接着他拿出刀在小金的后腿处狠狠扎了一刀。好在小吉很快挣脱道具的束缚，跳到了高处躲起来。有一人绕到咪咪身后，一把抓住他的后脖颈。咪咪体型太小，尽管他疯狂扭动身体挣扎着，却怎么也跑不脱。我气疯了，用尽全身力气想要挣脱绳索。有本事就冲我来，伤害小动物算什么本事？刀疤脸拍了拍我的脸，毫不留情的一把刀扎进我的肚子。我发现了刷积分的好办法，只要他们不死，一直扎刀子就能一直获得积分。所有玩家都兴奋起来，开始抛出道具想要抓住小金，而咪咪差点就遭人毒手，还好他反应灵，抓伤了那人。忍着疼痛，我四处寻找着蛇王的下落，希望他赶紧躲起来，别被这群人找到。突然我看到门口一条菜花蛇正用最快的速度朝门外爬去。对啊，这群玩家并不知道宠物店被设置了禁制，也不知道只要走出宠物店他们就会恢复原形。我大喊，咪咪小金别管我，快往门外跑！咪咪小金别管我，快往门外跑！刀疤脸冷哼一声，想跑没那么容易。可下一秒他傻眼了，菜花蛇此时已经跑出宠物店，失去禁制的他立马身形暴涨，恢复原状成了森林巨蟒缠绕在房屋上，一双树瞳冰冷地盯着房子里的每一个玩家。这场景任谁看了都吓出一身汗，整个屋子瞬间都暗了下来。此时刀疤脸吓得手都有些哆嗦，接着他又狠狠扇了我一巴掌。是不是你在搞鬼？咪咪和小金见状一起护在我身前和刀疤脸对峙，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稳，小金咪咪，你们快出去恢复原形。可他们依旧挡在我面前无动于衷。玩家们被蛇王吓到不敢进行下一步。刀疤脸眼珠子一转，开口道，别慌，只要我们不走出这个店，蛇王就拿我们没办法。众玩家反应过来，头说的对，到时候我们直接干掉这个副本的 BOSS 就能通关了。玩家们想躲在店里，可蛇王没有给他们躲起来的机会。只见蛇王缠绕在房子外面越缩越紧，房顶开始裂开，不停地掉落着石块碎渣，窗户上的玻璃砰的一声炸开，四处飞溅。没过几秒，整个店应声而碎。浓尘滚滚中，一头东北虎若隐若现，在东北虎身后还有体型更大的地狱三头犬。不等众玩家反应过来，小金飞奔起来，一口咬住为首的刀疤脸。刀疤脸也反应过来，拿起手里的加特林就往小金脸上轰，但这点伤害对小金来说简直是挠痒痒。他的另一只头夺过刀疤脸，
嚼吧嚼吧直接咽了，眼睁睁看着队伍里实力最强的首领在地狱3头犬面前都没撑过1秒钟，玩家们放弃抵抗，开始四散逃跑。可蛇王早已用自己的身体隔绝出了一个战场，他将自己围起来，像一堵密不透风、高达5米的墙。玩家小李想使用道具飞起来，可他刚离开地面1米就被咪咪锁定。玩家小李想使用道具飞起来，可他刚离开地面1米就被咪咪锁定。咪咪眼睛闪着金光，蓄力起跳，成功将小李抓住拽了下来。小李躺在地上，胸口凹进去一块，嘴里不停地涌出鲜血。剩余的玩家见状跪在地上向小金和咪咪磕头。可跪得最快的那个玩家，正是提出虐杀咪咪他们获取积分的那个。咪咪不傻，他直接一巴掌上去将此玩家踩成了肉泥。眼看求饶不管用，这些玩家吓得瘫软在地。但有些玩家决定做最后的抵抗。冲啊，兄弟们！杀了他们，我们还有一丝活命的机会。只要积分到手，还剩一口气，主神空间都能救回来。蛇王瞥了这玩家一眼，拱起脖子，瞬间咬了上去。毒牙刺进玩家的肚子，毒液不停地注射，直到玩家整个人都变得青紫，毒液溢了出来。蛇王仰起头将这人吞下。我赶紧爬上蛇王的头，使劲拍打他。你有高血渣，再饿也不能吃人，赶紧吐出来！我赶紧爬上蛇王的头，使劲拍打他。你有高血渣，再饿也不能吃人，赶紧吐出来！蛇王呕的一声将带着粘液的玩家吐了出来。我坐在蛇王头顶，看向下方的一片废墟，深深叹了口气。唉，看来副本要关一段时间了。恐怖游戏该上哪儿去找建房子的工人？真是愁人啊！咪咪在废墟里找到了我之前救助的小橘猫，差点把它忘记了。之前咪咪嘱咐我帮他找一只橘猫，这是我在其他副本遇到的一只猫，正好被我遇到就捡了回来。玩家闯进来时，小橘猫就从后门溜了出去。咪咪将小橘猫轻轻叼起来放在我的手心，我疑惑地问：你要我帮你找小橘猫是为了什么呢？咪咪在我耳边低声说了几句，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第二天取奶奶团建回来，我副本里还是一片废墟。为了不让他担心，我决定去幸福小区副本找他。曲奶奶高兴地把我带进家，家里布置得很温馨，到处贴着咪咪和曲奶奶的合照。我在心里想着，原来这就是爱猫女姥姥的样子。我把怀里呼呼大睡的小橘猫递给曲奶奶，却心虚的不敢看它。我不敢告诉曲奶奶咪咪已经离开了，具体去了哪里咪咪没有告诉我。曲奶奶接过小橘猫，把它放进洗干净晒得暖乎乎的窝里，说：谢谢你送的小猫，可我的咪咪去哪了？闻言我一愣，本以为曲奶奶过几天才会发现，没想到她还是看出来了。小橘猫并不是咪咪，我支支吾吾不肯开口。这是咪咪在临走前特意嘱咐我的。咪咪说自己大限将至，没几天能活了，她不想曲奶奶伤心。我低下头，对不起奶奶，我不能说。我以为自己会被赶出门去，曲奶奶却反而握住了我的手，说：我不怪你，走吧，我们一起去找咪咪。我震惊道：奶奶，你知道咪咪在哪？曲奶奶说：当然，她是我的家人，我怎么会不知道？我们走了很久，在森林的最深处找到了咪咪，她窝在大树底下没发现我们。曲奶奶轻声唤了一句：咪咪。咪咪瞬间睁开眼，回过头，然后她流泪了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动物哭。在动物医学中，分泌眼泪只是生理性反应，猫科动物并不会像人类一样受情绪影响而流泪。我以前也不相信动物会通过流泪表达情感，可眼前的一幕不得不让我相信。咪咪扑进曲奶奶的怀里，曲奶奶一下又一下地轻抚着她的头。别怕啊，这次你只是永远的睡着了，不会像上一次那么疼。原来咪咪生前是被偷猎者残忍杀害而死的。来到恐怖游戏后，他平等地攻击每一个人类，每天就躲在森林里，直到曲奶奶的出现，才让他放下戒心和人类和平相处。诡异也会再死一次吗？当然，每个诡异的生命都是有限的，不然副本就没法更新，这是上面制定的规则。曲奶奶抱着咪咪抱了很久很久，最后咪咪在曲奶奶怀里咽了气，消失不见，直到天亮，曲奶奶才站起身，拍了拍身上的尘土。走吧，我们回家。曲奶奶给咪咪办了一场简单的告别仪式，没想到居然来了很多诡异，大家都不约而同的来悼念这只东北虎。但热闹只是一时的，当人群散去时，曲奶奶独自一人回到满是咪咪痕迹的家中，她再也控制不住情绪，流下眼泪。小橘猫突然走了出来，蹭了蹭曲奶奶的手心，它蜷缩在曲奶奶怀里，试图安慰她。曲奶奶吸了吸鼻子，用小橘猫擦去眼泪。咪咪，谢谢你留下小咪陪我这个老婆子。3个月后，我的宠物店重新建了起来，同时我所负责的宠物乐园副本难度上升到了中级。我有些纳闷，我的实力明明没有提升啊，但没有人给出解释，我只好一边应对玩家，一边继续经营我的宠物店。可不知道为什么恐怖游戏里养宠物的诡异越来越多，而且他们的宠物千奇百怪，天上飞的，地上爬的，水里游的，应有尽有。还有个诡异养了一颗石头当做宠物，他带着石头来我店里买宠物用品时，一个玩家嘲笑他神经有问题，养了一个没用的石头，结果这个诡异拿起石头，嘴里喊着上啊小强，下一秒直接砸破了玩家的头。这下玩家再也不敢嘲笑他了，我也不敢多说什么，生怕他也砸我的头。店里生意太好，我实在忙不过来，就叫了小人鱼木梨来帮忙。傍晚我躺在摇椅上看着太阳落下，没想到在恐怖游戏里的日子好像也不错呢。